你好，欢迎来到陪你读书。今天我们要解读的书是《当下的力量》。埃克哈特·托利这本书，探讨的是一个我觉得挺吸引人的话题，就是我们怎么才能活得更轻松一点，少点痛苦，多点内心的平静。因为感觉我们好像总是在追寻什么东西，对吧？但这份材料说，这个答案可能就在当下。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就是帮你从这些文字里面提炼出最核心、最实用的一些动静吧。你看啊，开头那个乞丐的故事就很有意思，是吧？他坐在一个金箱子上那么多年，自己却不知道。这感觉像是在说，我们很多人可能也像这个乞丐一样，忽略了自己内在的某种宝藏，就是所谓的当下的力量。这个力量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对，这个比喻我觉得点的特别准。它其实就是在说，我们每个人内在啊，其实一直都拥有一种，可以说是平静或者喜悦吧，就是存在本身带来的那种感觉。但这个宝贝呢，经常被我们忽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思啊，总是跑到别的地方去了，要么想过去，要么想未来，或者就陷在各种念头里。这就引出了材料里一个很关键的观点了，就是说我们痛苦的主要来源竟然是我们自己的思维，特别是那种停不下来的、有点强迫性的念头。这感觉有点反直觉啊，念头怎么会是痛苦的根源呢？是的，这个确实是核心。关键点在于我们不自觉的，或者说无意识的，跟自己的思维产生了认同。就是说，我们从自己的想法、念头、情绪里去构建了一个我的感觉，一个身份感。但这个我呢，很多时候是思维创造出来的一个虚假的自我。书里就把它叫做小我 （ego）。小我，对，这个小我，它需要依靠所谓的审理时间来生存，要么就是沉浸在过去的回忆、遗憾、评判里面，要么就是不停地对未来，产生期待或者焦虑。他好像没法真正在当下这一刻安稳地待着，所以他总是感觉不够、不满足或者害怕，需要不停地向外抓取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感。明白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洞见就是，你那个建立在思维基础上的自我认同感，可能恰恰是你受苦的根源，而不完全是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儿。除了这个小我，材料里还提到了一个概念，叫痛苦之身。这个词儿听起来，怎么说呢？有点玄乎。听描述，好像是我们身体里积累起来的一种负面的情绪能量场，会在某个时候突然冒出来捣乱。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痛苦之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我们过去所有那些没有被充分面对、感受和释放掉的情绪痛苦的一个集合体。它在我们内在呢，形成了一个好像有某种自主性的能量场。平时它可能像睡着了一样潜伏着，但是一旦被某个特定的情境，比如说一句话或者一件小事给触发了，就会被激活。对，它就会被激活，然后呢，会暂时的掌控我们，让我们一下子就调回到过去那种旧有的愤怒啊、悲伤啊、恐惧啊那种情绪和反应模式里面去。就好像你可能看到平时一个挺温和的人，因为一件特别小的事儿，突然就暴怒了，那很可能就是他的痛苦之身被唤醒了。而且这个痛苦之身跟刚才说的小我的思维模式，他们俩经常是互相滋养的，让那种负面情绪不断循环。原来是这么回事。那如果问题出在这种对思维小我的无意识认同，还有这个痛苦之身上，那书里给出的解药是什么呢？他反复在强调活在当下，或者叫临在 presence， 这个具体要怎么去实践呢？临在这个词核心意思就是带着觉知安住在此时此刻。最关键的一个练习方法就是成为你头脑里面那些念头和情绪的观察者，而不是不自觉的就被他们卷进去，牵着鼻子走了。像是在岸边看水流。对，有点那个意思。你不是在那个洪流里面挣扎，
你是站在旁边看着它流过。当你能够不带评判的去观察它们的时候，那些思维的强迫性它就会自然而然的减弱了。还有一个非常直接也非常有效的方法，就是把你的注意力有意识的导向你的内在身体。内在身体，对，就是去感受你身体内部的那种生命能量。比如说，你可以就静静的去感受你的双手或者双脚里面的那种活力、那种能量感。这个练习能帮你很快的从思维的噪音里抽离出来，让你扎根在当下这一刻。观察念头，感受身体，听起来是需要一些内在的练习。但我还是有个疑问啊，你看我们现实生活里总得用到时间吧？比如说我们要计划未来，也要从过去吸取教训。如果说时间是幻象，那这不就跟我们的生活有点脱节了吗？这个问题很重要。书里其实区分的挺清楚的，它区分了2种时间：钟表时间和心理时间。钟表时间呢，就是我们用来处理日常事务的那个使用工具，比如安排日程啊、设定目标啊，或者说借鉴过去的经验来处理现在的问题。这个当然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但是心理时间指的是什么呢？是指我们那种强迫性的、无意识的活在对过去的悔恨、内疚，或者对未来的焦虑、期待里面，把我们整个的自我感都寄托在过去和未来上。这个才是小我维持自身存在的方式，也是我们大部分心理痛苦的来源。是心理层面的负担。对，书里说那些开悟的人，他们依然使用钟表时间来处理事情，但是他们从心理时间的那个重担里面解脱出来了。关键在于，即使你设定了一个未来的目标，你也要把你的注意力完全的、全然的放在当下的这个行动上，享受这个过程本身，而不是为了未来的某个结果而牺牲掉对此刻的体验和觉知。明白了，是这个意思。那材料里还把这个当下的理念用到了人际关系上，说很多爱情关系之所以充满冲突，甚至有点像上瘾一样，也跟这个有关系。这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当我们带着一个感觉匮乏的小我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就很容易把那种依赖感啊、占有欲啊、害怕失去啊，误认为是爱。这种所谓的爱呢，它有对立面的。比如说，它很容易就翻转成怨恨呐、攻击啊。为什么呢？因为它源头是小我的那种不安全感、那种匮乏感。他想通过伴侣来填补自己内心的那个空洞，想从对方身上得到满足。对，可是，一旦对方出于各种原因无法满足小我的期待，这几乎是必然会发生的。那痛苦和冲突就来了，那种爱恨交织的戏码就开始反复上演了。而真正的连接和爱呢，书里说是源自于临在的状态，它没有对立面。因为它不是来自于小我的需求，而是来自于我们更深的那个存在的层面。它的核心在于全然的接受。接受，对，就是不带评判的接受你自己本来的样子，也接受你的伴侣本来的样子，不去试图控制或者改变对方来满足你的小我。当你能够带着这种临在的意识去面对关系的时候，你就能超越小我的那些戏剧化的游戏和痛苦之深的那些旧模式，体验到更真实的连接。那不是一种上瘾般的依赖。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份材料的核心信息，其实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感到痛苦，主要是因为我们无意识地认同了自己的念头，认同了那个小我，并且因此呢，总是执着于过去和未来。而通往内心平静和自由的道路呢，恰恰在于有意识地回到当下这一刻，学着去做自己思维和情绪的观察者，全然地接受此刻发生的一切，这样就能连接上我们更深的那个本质，或者叫本体 being。这也许就是那个乞丐脚底下一直被他自己忽略掉的金子吧。对，说得很好。最后呢，留给你一个我觉得挺值得琢磨的问题吧。书里面提到，我们苦苦追寻的那个所谓的拯救啊，或者圆满啊，它并不是未来某个时刻才能得到的一个东西，它只能在当下这一刻被发现。这就意味着，你孜孜以求的那个东西，不管是平静也好，幸福也好，还是别的什么，它或许
根本不是需要你去获得的，而是通过认识到你其实已经拥有它来实现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寻找的行为本身，会不会恰恰就成了你体验当下本自具足的那种圆满的最大的障碍呢？